拆息由高位回落，一個月拆息報0.53厘，比上日跌大約5點子。同樓按相關嘅港元一個月拆息跌至3年低位。不過資金流入又流出，低息環境可以維持幾耐呢？ So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 paying mortgages, enjoy this honeymoon period where you still pay low rates. I think the more normal rates, slightly higher rate will come in later. If it turns out that inflation pressures do remain contained, then we will get to a place where we cut rates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. 息口回落係咪代表本港樓市有運行，樓價可以止跌回升？過去一個幾月以嚟，息口都比高位有所回落，減輕咗唔少供樓人士嘅負擔。而今年續跌1%嘅樓價係咪可以迎嚟轉機呢？今集我哋揾嚟按揭中介同埋經濟學者同大家傾下㗎。就喺5月初，一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，亦即係 HIBOR， 由4月尾嘅超過4厘，跌到唔夠2厘，其後更加跌到0.52厘，創3年嘅新低。截到7月4號 ，HIBOR 最新報0.85厘。雖然比6月嗰陣嘅低位都回升咗，但係相比起4月尾嗰陣嘅水平，仍然係跌咗超過3厘。銀行同業拆息，顧名思義，即係香港銀行之間嘅借貸利率。冇錯啊，銀行都係會同其他銀行借錢㗎，而呢一個利率嘅高低就同資金嘅多少有住密切關係。如果市場嘅資金係充裕嘅話 ，A 銀行同 B 銀行借錢嗰陣，B 銀行俾出嚟嘅借貸利率自然都會低一啲。但係相反啦，如果資金係唔夠嘅話，借錢成本亦即係 HIBOR 就會上升啦。睇返5月初，因為港元觸及強方兌換保證水平，所以金管局就同市場多次注資，令到銀行體系結餘喺幾日之內由大概450億升到1740億。市場對港元嘅需求急增，有本地嘅因素，亦都有環球嘅因素。Starting tomorrow,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mplement reciprocal tariffs on other nations. Additional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are in place effective midnight tonight at 104%. I did a 90-day pause for the people that didn't retaliate. 90日嘅暫緩期將會喺7月9號到期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係7月4號發信俾各國通知關稅稅率，並且預計下個禮拜3公佈一系列嘅貿易協議。美國無定向嘅關稅政策令到市場都對美元嘅信心下滑，結果就係資金流入亞洲貨幣嘅市場，包括香港。3、2、1，槍！祝賀寧德時代在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。而本地方面，上半年多隻新股上市，集資超過1000億港元，暫時領先全球，帶動港元需求。供緊樓嘅你，可能都感受到 HIBOR 嘅變動㗎啦，因為而家大部分嘅置業人士都係選用 H 按，而 H 按嘅實際按息就係用 HIBOR 作為基準，再加1.3厘。用500萬嘅貸款額做例子，用 H 按嘅封頂息率3.5厘咁計，每個月嘅供款係22,400幾蚊。去到7月4號為止 ，HIBOR 就報0.85厘，再加埋1.3厘之後嘅實際按息，就係2.15厘，每個月嘅供款就會跌到18,800幾蚊，供少3,500幾蚊，或者1成路。睇到嚟呢一度啦，相信大家都好明白啦。低息環境可以維持幾耐？其實好大程度係視乎港元嘅供求。喺呢一個聯繫匯率嘅制度之下，當港元係貼近強方兌換保證，即係7.75嘅港元對1美元嘅水平。金管局就會買美元沽港元，擴張返貨幣嘅基礎，繼而就會令到港元嘅利率下跌，亦即係5月出現過嘅情況。相反啦，貼近弱方兌換保證嗰陣，亦即係7.85港元對1美元，金管局就會沽美元買港元，減少返港元嘅供應，利率就會隨之上升。
事實上，港元喺6月20號都曾經觸及弱方兌換保證水平，而金管局就喺6月27號出手干預，承接超過94億。之後再喺7月2號同埋7月3號再度入市，加埋買入大概600億港元。喺聯繫匯率嘅機制之下，港元嘅拆息水平一般都係比較貼近美元嘅息率㗎。例如啦，就係當美國加息嗰陣，資金就會流入美國，呢個時候港元拆息就有可能要增加，令到港元嘅匯率保持喺7.75到7.85嘅兌換保證範圍。所以啦，美國嘅息口走勢唔多唔少都係會影響到香港嘅利率㗎。而美國聯儲局將會喺本港時間7月31號再度議息。For the time being, we are well positioned to wai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likely course of the economy before considering any adjustments to our policy stance. 雖然美國減息嗰個幅度暫時未喐動到啦，市場上都估計喺9月份咧，其實美國聯儲局都仍然有機會減息嘅。我哋睇到起碼有一次減嘅。不過啦，就算美國減息，香港會唔會跟減都要視乎翻當時嘅資金情況。啲資金可能有機會都會持續流入嚟嘅，一來就係講緊美元嗰邊啦，同埋世界局勢啦。其實相對依家咁睇咧，亞洲區呢邊咧相對較為穩定啲啦。其實亞洲裏邊，日本啊、香港啊，都係一個可以去考慮嘅地方啦。如果資金係持續流入，但係又再觸及到弱方兌換保證水平，低息嘅環境係咪可以維持呢？睇佢收嗰個錢嘅速度有幾快啦，即係如果收嘅速度都好，睇下有幾多錢去撞到去7.85啦。如果唔係好犀利嘅話咧，其實我諗喺1% 樓下度咧，都有一段時間行。假設 HIBOR 係1厘，加完1.3厘之後嘅 H 按息，就係2.3厘啦。用500萬嘅貸款額咁計，每個月嘅供款係19,200幾蚊。比封頂息率嘅3.5厘之下嘅每月供款啦，都係供少咗3,200幾蚊，又或者1/4㗎。所以啦，就算利率係冇6月嗰陣咁低，都會比起4月嗰陣慳咗一定嘅供樓開支。不過啦，只要係同銀行借錢買樓，樓宇按揭都會係一筆長期嘅貸款，利息開支閒閒地啦，都用20幾30年咁計，所以入市之前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。依家低，佢唔係成世都咁低㗎嘛，因為你借得長嘅話咧，總會遇到一啲比較高嘅水平。咁高水平嗰陣時有冇啲封頂喺合約嗰度啊？咁自己又支唔支持到啊？你每月嗰啲使費就都要係從長計議嘅。如果用 HIBOR 息率要留意咧，因為佢最主要咧供就係平咗嘅，但係個封頂息率咧就嚟計我哋叫壓力測試嘅，但係入息嗰個限制就冇跌到嘅。所以啦，好似之前個例子咁樣，無論個按息係2.3厘定係3.5厘，個月入要求咧都係會基於3.5厘嘅封頂息率咁計㗎。用500萬嘅貸款額去計算，入息要求一樣要去到44,900幾蚊。若果想做好風險管理，買家就應該以封頂息率去到計返每個月供款就會比較合適啦。繼續睇片之前，如果你仲未訂閱呢個 channel， 就記得快啲 subscribe 啦。因為睇緊我哋觀眾入邊有70%都仲未訂閱㗎。你哋嘅支持對我哋嚟講係好重要㗎。息口回落係咪幫到樓價向上呢？回顧一下歷史，睇下兩者之間有冇一個反比嘅關係啦。先睇 H 按實際按息。其實個息率其實最低嘅時候，我哋喺2010年嗰時候咧，最低可能1厘咁去供。但係整體去到最高咧，其實前2年咧，美國加息啦，依家回翻落嚟少少咧。再睇埋樓價，喺2010到2022年期間，按息維持住3厘以下嗰陣，樓價大致都係向上發展㗎。其後22年步入加息週期之後，樓價亦都掉頭向下。不過仔細啲留意一下，本港銀行其實喺22年嘅9月先至跟住美國加息，但係樓價咧就早喺1年之前，亦即係21年嘅9月，去到歷史高位之後就開始下跌啦。即係話顯示兩者嘅趨勢就唔係完全同步，影響樓價嘅仲有其他因素。嗰個利率係只係影響樓價嘅其中一個嘅因素嚇，唔係完全嗰個因素。更加重要嘅就係咧，香港嗰個嘅經濟啦，嗰個疫情咧
都幾年前㗎啦。其實我哋好多數字未翻上去㗎，旅客數字未翻上去，零售數字未翻上去，或者係嚟緊5年都翻唔到嚇。對寫字樓嘅需求都係弱嘅，因為依家你除咗係即係本地經濟問題，仲可以係 work from home 啊。對於零售嗰啲，依家仲有啲內地嗰啲嘅嗰啲電商就走嚟開檔啊咁樣。咁對於香港嗰啲嘅商場啊、鋪位嗰啲都係雪上加霜啊！咁你咁樣嘅情況底下咧，即係賺錢，可能係個別嘅行業，譬如你做 IPO 啊嗰啲，同嗰啲有關嘅相關嘅法律啊嗰啲就 OK 嘅。但係你整體嚟到講咧，咁就可能得嚟嗰啲嘅即係財富咧，就唔係咁容易，對嗰個樓市嘅推動力就係有限㗎啦。對於自住嘅買家嚟講，咁自己份工保唔保得住，咁梗係要視乎整體嘅經濟前景。但係對於買樓收租嘅投資者嚟講，咁其他嘅投資工具回報率亦都有直接影響。譬如你睇翻呢個美國嘅10年期啊、30年嘅長期嘅債券咧，都有4厘幾嘅回報，即係翹埋雙手乜都唔使做，你買美債咧有4厘以上。但係你買樓收租咧，作為業主你要俾差餉地租管理費，咁你淨係裝修啊、頭頭買嘅印花稅啊咁樣樣，你減翻呢一堆嘢咧，就應該冇啦嚇。咁無論係自住定係投資，咁講緊嘅都係需求嗰邊。咁樓價嘅升跌，仲要視乎埋供應因素。咁根據我哋嘅28 House 統計，咁而家嘅一手貨尾量係超過21,000夥。嗱，雖然比2024年嘅歷史高位係有所回落，咁但係都仲係處於一個高位水平。要消化呢一堆咁樣嘅供應啊，只能夠即係比較減價。你睇落，咦哇，啲人賣得幾好喎，但係佢賣個價唔係幾好嘅。其實就亦都睇啲發展商嗰啲嘅損益表咧，咁啊，譬如龍頭嗰啲，即係比佢高峰期嗰啲少100億一年嘅。咁睇翻啦，近期開賣嘅一啲新盤定價啦，咁例如咧就係 Novo 零嘅3A 期，首批尺價開出11,300幾蚊，咁平住所有期數，而一啲一手嘅貨尾都要劈住價咁賣，咁例子有上龍同埋提案，減價嘅幅度去到36%到50%。一手樓嘅定價都要咁保守，咁二手樓嘅樓價自然都要受壓啦。咁所以啦，無論係按揭中介定係學者都估計，下半年嘅樓價唔會有太大突破。我相信都係喺呢啲低位嗰度嚟到徘徊，即係可能正負3至5% 嗰啲咁嘅樣啊。咁大升又機會唔係咁大，即係除非嗰啲戰爭完全冇晒，關稅戰又冇晒，大跌嘅機會我相信亦都唔大嘅。即係除非突然之間出現一啲好突發嘅嘢，哇，可能會有啲核子戰爭啊咁樣，咁啊完全係另一回事㗎啦。香港又相對係一個較為外向型嘅經濟體嚟嘅，咁加埋本身嗰個供應量都仲係有喺度，咁我哋睇得到可能喺下半年裏邊都係反覆嘅，咁但係就偏向樂觀少少啦。如果真係有減息啊，我哋睇到可能仲有機會少少升嘅樓價。拆息跌咗，雖然係刺激到部分買家嘅入市意欲，咁過去1個幾月以嚟嘅成交量都係有增加，咁但係樓價要有明顯嘅回升，就要有更加大嘅入市信心先至得啦。而呢一點就係正正建基於香港嘅經濟前景。咁今集啦，雖然冇出到去睇樓啊，但係就同大家探討咗近期市場都比較關注嘅一啲息口走勢。唔知道大家又鍾唔鍾意呢一類嘅影片啦？又或者啦，有冇一啲樓市嘅熱話都想我哋講下？都可以留言話俾你哋知㗎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最後啦，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。